只是起床去关一下门，一个醉汉却正好进了屋。眼看对方不怀好意，女孩赶紧将外套穿上，躲回了男友身旁。然而下一秒，醉汉突然将门拉开，身后还跟着一群男人。他们是钻井公司的安保，长期都生活在鸟不拉屎的山区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醉汉竟直接坐在了床边，他肆无忌惮，不断调戏着眼前的女孩。身后的同事也不阻止，反而在一旁看起了热闹。男友见状忍不住，一脚就把醉汉给踢下了床。本以为对方会因此收敛，不料他却变本加厉，又开始挑衅起两人来。由于都是同事，男友并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一把推开醉汉后，便重新将门关上。可还没等他穿好衣服，场面顿时混乱起来，而身后的同事们此时都露出了真面目。只因女孩是保留地的印第安人，他们觉得这并没什么。眼看女友被羞辱，男人顿时就失去了冷静，他抡起拳头对着醉汉一顿暴打，但没过多久就被其余同事上前拉开。见男友被控制住，女孩不顾一切冲上去，却被一个光头用钝器砸晕。随后光头转身又狠狠地砸向了男友。这下两人都被砸晕，可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，没想到这群人渣竟对女孩进行了轮番侵犯。这时男友突然醒了过来，见女友被几人侮辱，他卡住醉汉脖子死不放手，并让女友趁众人围殴他时逃离。女孩穿上裤子迅速起身，最后看了一眼男友后，便选择跑出去求救。可在这被冰雪覆盖、没有公路也没有信号的偏远山区，连鞋都没来得及穿的女孩，是否能逃离掉危险呢？第二天，正在打猎的猎人克里发现了一串带血的脚印，警觉的他立即换上白色衣服，随后背上武器，顺着脚印向前走去。没过一会儿，一道蓝色的身影赫然出现，克里随即紧张起来，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，等到了跟前一看，顿时就被吓了一跳。只见女孩被冻成了冰块，早就已经失去了性命。而最关键的是，克里认识这个叫奈塔莎的女孩，克里顿时悲痛不已，随后拿出对讲机报了案。很快 FBI 派女探员班纳来调查此案。一行人骑着雪地摩托车，穿过暴雪天气来到了案发现场。由于尸体被冻成了冰块，所以要送去给法医鉴定。而克里通过脚印分析，娜塔莎一直都在雪地里跑，因为吸入了过多冷空气，最终导致肺部充血破裂，倒在雪地里被自己的血呛死。可关键是，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跑了这么远，这个女孩究竟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？通过法医的鉴定，结果和克里推测的几乎一样，娜塔莎是肺出血致死。而在那之前，她不仅断了2根肋骨，头部遭到了钝器袭击，下体也还有被撕裂的痕迹，这意味着她在死前曾遭受过侵犯。班纳想让法医在报告中写明是谋杀，但法医却坚决不同意，他认为致死原因就是肺出血。而至于什么原因让奈塔莎奔跑在雪地中导致肺出血，这并不在他的鉴定范围内。班纳听后十分生气，因为一旦这样定性，上级就会立即让他回去，而奈塔莎的案子大概率就会不了了之。所以孤身一人的班纳想要破案就只能靠自己了。为了查明真相，班纳来到了奈塔莎的家里，但奈塔莎的父亲汉森只知道女儿新交了个男友，其余的都一概不知。班纳指责汉森没有尽到责任，可汉森却回答女儿已经成年，他去哪里交怎样的朋友都是他自己的决定。班纳十分无语，觉得汉森是个冷血无情的人，似乎对女儿的死毫不在乎。于是他要求去见奈塔莎的妈妈，可当他推开门，却看见妈妈因为悲伤正在折磨自己。正在这时，好友克里前来看望汉森，而一见到克里，汉森的眼泪瞬间涌上眼眶。这世上就没有失去孩子后还能无动于衷的父母，他只是不想当着外人的面哭泣而已。克里深知汉森的痛苦，因为他也曾失去过女儿，甚至直到今天，女儿的死因都还是个谜，而自己的家也因此支离破碎。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，几人又去询问娜塔莎的弟弟山姆，一个整天无所事事的毒虫。就在班纳和警长去敲门时，克里下意识地朝后门绕去。不多时，一个神志不清的年轻人将门打开，警长问他山姆在不在里面，他却看着班纳露出了邪恶眼神。可听到班纳是 FBI 的人后，就立即摸向了自己口袋。班纳见状正想警告，不料对方却突然掏出一罐气体。男人拾起铁铲，不慌不忙守在后门，一铲下去，克里便轻松抓住了2个毒虫。另一边，班纳踹开门冲进了屋里，而里面就像垃圾场一样，刺鼻的臭味加上刚才一脸的喷雾，让班纳眼泪鼻涕流个不停。来不及多想，他硬着头皮开始挨个搜查房间。没过多久，就正面撞上了那个毒虫。眼看对方奄奄一息，班纳本想叫救护车来，但赶来的警长却说没有必要，因为最近的救护车过来最少都要1个小时。Let's go. 等2人走出屋外，山姆已经被克里绑了起来。他还以为几人是冲他来的，却不知道自己姐姐惨死野外。克里他们此行的目的，只是想问他是否知道姐姐的男友是谁。等救护车和支援赶到后，克里递给班纳一个望远镜，就在远处的山脊上有一条可疑的雪橇痕迹，看样子正是往发现娜塔莎尸体的方向赶去。
而可疑的是，这人骑雪橇去往那边，但却没有回来的痕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Answers are out there. 为了查明真相，两人骑上雪地摩托，并沿着痕迹一路来到了山脊另一边。可刚到达目的地，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。只见一具尸体躺在地上，已经被秃鹫啃食了大半。两人赶紧回去向警长报告了情况。随后，克里独自找到山姆，悲伤的山姆告诉他，姐姐奈塔莎的男友名叫马特，是附近钻井工地的安保。那混蛋跟克里差不多岁数，自己本来想揍他一顿，但姐姐却不准他动手，还说他们是真心相爱。眼下终于有了一点线索，克里决定隔天一早就去钻井工地问问。然而他还没回到家，班纳就带着鉴定报告找了过来。没想到白天的那具尸体竟正是奈塔莎的男友马特。看来一切的真相都在那个钻井工地上。随后两人进了屋，通过聊天，班纳也得知了克里的悲痛经历。原来就在3年前，克里的女儿艾米丽也惨死野外，找到时尸体已经被狼群啃食，死因至今都没查出来。克里痛苦万分，而现在奈塔莎也一样的死法，让克里更加痛恨那些施暴者。隔天一早，警长带上镇上的全部警员，一起赶往了钻井工地。而作为猎人的克里，习惯性的去周边寻找线索。一名安保看到后主动上前交涉。警长询问他马特的情况，安保却告诉他，3天前马特和女友发生争执，随后两人就离开了这里，一直没有回来。他们也在等公司决定是否报警。说话期间，更多的安保走了上来，但这时班纳却发现了异样。What happened to you two? 安保愣了愣神，然后随便找了个理由敷衍过去，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又露出了马脚。因为在谈起马特时，班纳说他女朋友填了一个失踪人口的报告。 Well, how can that be? I thought you guys turned a snow dip right before the storm. Excuse me? I heard her name go out over the radio when you guys found her. I don't remember using her name. 几句话过后，场面顿时陷入了僵局。这时，一个警察猛然发现，这群安保已经暗中将他们围了起来，这明显是有问题的表现。双方立马掏出手枪开始对峙。因为这里是能源部在印第安保留区租的领地，安保们并不在郡县警察的管辖范围，所以他们根本不怕这群警察。只要现在有人扣动了扳机，那么后果将会不堪设想。眼看双方都僵持不下时， FBI! Hey, FBI! This is federal land and I am the only authority, okay? 在班纳的劝阻下，双方这才放下了武器。班纳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。在班纳的要求下，一行人朝着马特的宿舍走去。而山上的克里看见了这一幕，他感到了危险的到来，见呼叫无果后，便拿上武器，赶紧向着山下跑去。但这时已经来不及了。 FBI, open up! Jane, get away from the door! 枪战一触即发，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，下意识地朝着对方扣动扳机。幸好班奈穿了防弹衣，眼看警员们纷纷倒地，他也迅速加入了战斗，一梭子子弹干掉了一个安保。然而正在这时，屋里一个安保却端起机枪，对着警察们一顿狂扫。很快，除了躺在地上的班纳，所有的警察都光荣牺牲。还没等班纳换好弹夹，就被安保头目一把抢了过去。可他正要开枪时，外面的安保被克里干掉后，屋里剩余的两人吓惨了，赶紧寻找克里的位置。然而下一秒，一切的罪魁祸首皮特跪地前行，随后踹开窗户，一跃而下，从后面跑了出去。这时班纳从箱底爬出，对着皮特清空了弹夹，可他没有打中皮特要害，最终让他逃进了山林深处。很快克里赶了过来，好在班纳受伤不严重，替他简单包扎后，克里准备去抓到皮特。不过在离开前，他直言不会把皮特带回来。 You have to know that. I do. Go ahead. 另一边，受了伤的皮特正在树林中狂奔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自己现在竟跟奈塔莎当晚一般，身体上的疼痛加上心理上的绝望，仿佛随时都在提醒着他，死神已经离他越来越近，而仅仅一只刺猬发出的响动，就能让他瞬间吓破了胆。等皮特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被克里带去了山顶，并且鞋子也被脱掉。You know, I got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here. Can't say the same for you. 皮特听后慌了神，而克里承诺，只要他说出真实情况，自己就会给他活下去的机会。于是为了活命，皮特将当晚发生的一切全部都说了出来。娜塔莎受到他们侮辱，逃出去不久后就被冻死，而她的男友马特也因为阻止他们被活活打死。克里得知真相后沉默不语，随后掏出小刀，割断了绑住皮特的绳子。Here you go. 克里遵守了承诺，他给了皮特一次和娜塔莎一样的机会。 I want you to run. 一声枪响过后，皮特就像一条丧家之犬般慌忙逃离，而这也正是克里真正的意图。他也要让这个人渣尝尝光着脚在极寒天气里狂奔，最终肺部撕裂出血被呛死的感受。然而还没跑出200米，
皮特就已经丧失了行动力，躺在地上渐渐失去了呼吸。他到死都不会知道，那晚跑了足足6英里的奈塔莎究竟是有多么的恐惧和无助。故事最后，克里去医院看望了班纳，并感谢他为这个保留区人民做的事。随后他又找到汉森，两个失去了女儿的父亲坐在一起，久久不能言语。